一条普通却不普通的消息引爆网络。在这个人人疲于追赶热点的时代，我们每天划过的信息如潮水般湮灭记忆。可偏偏在7月10日那个热得像要把城市烤裂的午后，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消息，竟像一道白光冲破噪音，精准击中心脏。于龙单膝跪地，向杨咩咩求婚。没有华丽词句，没有修饰，甚至像是随手发出的动态。但这一句话却让无数人突然停住了手指。有人震惊，有人笑着哭，有人揉着眼睛问真的假的，甚至有人感慨，原来现实世界的爱情也可以这么美好。然而最让人心口发热的并不是求婚的动作本身，而是后来大家才意识到，原来他们的爱情从来不是一夜发生，它是悄悄生根，静静长大，像一颗藏在土壤深处的种子，在无人察觉的时刻悄然发芽，直到盛夏来临，一举破土。而想真正理解这份爱情，我们必须从最不显眼的地方说起，从只是搭档开始的默契。如果没有那次合作，如果没有人生轨迹恰好相碰，他们或许永远只是两条相距不远却互不交集的平行线。于龙出生在黑龙江佳木斯，他不善张扬，不习惯在人前表现自己，习惯把事做得稳稳的，扎扎实实的。他并不是一步跨入镁光灯，而是靠一次次拍摄花絮，简单的生活分享，耐心的积累，才慢慢走进大众视野。没有命运馈赠的好运气，只有认真与坚持。后来他开始演短剧，角色跨度大，从冷漠到深情，从内敛到强势，但他都能用一种克制却强大的方式表现出来。他的表演没有多余动作，却能让人不知不觉陷进去。而杨咩咩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存在，他性格里有一股韧劲，能扛，能吃苦，能倔到底。但他笑起来时，那种柔软像水波一样轻轻荡开，能让空气都变得温暖。拍戏的时候，他能连轴转10几个小时不喊累；情绪戏来临，他能几秒入戏。再困难的角色，他都硬生生扛过去。这样两个极具反差的人第一次合作，没有火花，没有浪漫，没有戏剧性的心动。他们就是两个专业的人完成同一份工作。但真正的默契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，而是悄然形成的。10几条的反复拍摄，他们的节奏总能对上。情绪戏前，他们会简短交流感受点，毫不拖泥带水。收工后，他们会复盘不足，直白，不兜圈子，却从不伤害对方的自尊。这种默契不是表演出来的，是真实磨合出的，也是爱情最早、最隐秘的痕迹。细小的关心让关系从同事变成互相在意的人。最能击中人的爱情，往往不是惊天动地，而是那些藏在生活缝隙里别人不在意的小动作。剧组里有工作人员说过一个细节，天气突然变冷时，于龙会低声问他喝热水吗？之后递过去的杯子总是刚刚好能暖住手。拍哭戏眼睛红到发肿，他会第一时间去找冰敷。这些细节都不大，小到像风吹过一样，可真正让人意识到他们关系变了的是那天收工时的一句随口抱怨：我手机快没电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机位旁静静放着一个充电宝，没有署名，没有解释，只有一句他轻声说出口的话：你的，我记得。短短5个字，却比情话更让人心动。还有一次拍跑戏，咩咩因为重心不稳摔倒，膝盖擦破皮。他咬着牙继续拍完，但一喊收工，于龙直接蹲下，在他面前小心检查伤口。不用他开口，他已经拿来了消毒水，动作轻得像怕弄痛他，却又认真的像在处理玻璃。那天的风很大，药水的刺痛让他眼眶都红了。但真正让他鼻尖发酸的不是痛，而是第一次清晰感受到，他不是在意角色，是在意我。关系就是从这些无声的小动作里悄悄改变的。心理学说，当你开始留意一个人的情绪，你就已经陷进去了。他们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中默默靠近。从镜头内到镜头外，他们越来越难隐藏心动。外人眼里，他们仍是合作伙伴，但真正观察过他们的人都清楚，他们的眼神早就不一样了。以下这些细节
懂的人一眼就懂。他喜欢喝温温的蜂蜜水，他递过去的温度永远恰到好处。他怕冷，他习惯性提前把暖宝宝塞进他衣袋。拍夜戏他累得直打瞌睡，他把外套披在他肩上，还嘴硬说，我体温高，你穿吧。他情绪戏用力过猛导致腿软，他自然伸手扶住他，就像是习惯。这些动作，朋友无法做到的这么自然，同事更做不到的这么本能。真正的在意是藏不住的，尤其是在一场极耗情绪的戏拍完时，他累得几乎撑不住。他坐在椅子上止不住抽泣，他没有急着安慰，也没有慌张，只是安静坐在旁边，递纸巾，轻拍他肩膀，偶尔轻声说一句，没事，我在。那种沉默的陪伴，比千言万语都更能让人心软。从那天起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他们的关系已经悄悄越线，只是他们自己还没说破。粉丝越热情，他们越选择保护爱情。逐渐的，网友开始敏锐察觉到两人的不寻常。有人分析花絮里的互动，有人截出眼神交流的瞬间，还有人说看见他们私下同行。讨论越来越热烈，声音越来越多，但他们的态度却出奇统一，不否认，也不承认，不是遮掩，也不是装，而是成熟的两个人共同做出的选择。因为他们明白，当一段关系还没有足够强韧时，曝光只会带来伤害。他们选择低调，是因为他们珍惜这一段感情，为彼此，也为爱情本身。多年沉默的心意，在那一柜间彻底揭开。7月10日，那个阳光亮得刺眼的下午，咩咩被叫去拍一个特别片段，也许是花絮，也许是某个项目，但他完全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人生的转折点。他走到场地中央时，音乐响起，人群慢慢让开。他愣住了，那里站着于龙，阳光照在他身上，光影碎成一片。他紧张却坚定。下一秒，他单膝跪地，周围瞬间安静到极致。他的声音略微发颤，却字字清晰。遇到你之后，我的计划都变了。我只想让你一直在我身边。咩咩捂住嘴，眼泪几乎瞬间滑落。几秒后，他使劲点头。我愿意。那一刻，不只是他们在哭，工作人员、摄影师、亲友全都红了眼眶。这不是剧情，这不是剧本，这是两个真实的人，用最真诚的方式选择了彼此。每一步都真实到能让无数普通人照见自己。爱情不是突如其来的一颗流星，而是默默积累的晨光。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，而是无声的陪伴。未来漫长，但他们已经牵好彼此的手。求婚不是句号，未来一定会有矛盾，有压力，有挑战，有磨合。感谢你耐心读到这里，也谢谢你愿意和我一起见证这段真挚的令人心安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真实、不夸张、能触动内心的内容，别忘了订阅、关注，并把这段故事分享给更多需要温暖的人。我们下次再见。